你跑，你再跑！老娘养你8个月就等着过年，你跟我玩越狱是吧？啥玩意儿？地震了！妈呀！可我的波棱盖，可我的胯骨轴，可摔死我了！这是啥地方啊？这树咋都长这么老高老大的呢？无毛的猴子，没有皮毛，没有兽纹，不是任何部族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是办啥呢？你们这虎头头套质量真不赖，搁哪儿买的呀？带回去交给祭司大人检测，如果是入侵者，当场处死。别瞎扒了啊！把我这猪也烧上，这可是过年要吃的肉。外来者，将你的手放在兽核检测仪上，它会探知你的种族、血脉等级和力量属性。若你对虎族有威胁，会发光示警。这是啥玩意儿啊？测体温的呗？休得胡言，这是圣物，会放上去。行吧行吧，放就放，测完把我那猪还给我不？瞅这玩意儿，怕不是买到假货了吧？跟你说啊，俺们村集上就有这种玻璃球，10块钱仨，一碰就碎。你们指定是让人给忽悠了。这不可能，这是兽王级圣物，连费根大人都打不碎。那指定是放过期了呗，啥玩意儿都有保质期。你这球搁这多少年了？金渐层啊，这谁家猫啊？咋伤成这模样了？本王不是猫，本王是至尊纯血虎王费根。费根，看着挺废哈。那个啥，他说他是你们虎王。费根大人，您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？契约成立，从此刻起，你是本王的专属仆人。本王若死，你也活不了，所以拼命保护好本王。我仆人？就你这还没我巴掌大的玩意儿，口气可真不小啊！竟然还活着，还绑了灵魂契约。代理虎王大人，这个无毛雌性打碎了检测仪，又和费根大人绑了契约，怎么处置？既然和前任虎王绑了契约，就是虎族的人，按规矩参加死亡峡谷的生存试炼，活下来就是我们的一员，死了那也是天意。3天后送他去峡谷，另外那一人一兽不准给任何帮助。是。这破旮旯连口锅都找不着，亏我兜里揣着泡面，不然指定饿肚子。这猪也丢了，人也被困住，现在还多了你这么个金主大爷。什么东西？红烧牛肉面呗，你们这儿可没有，老香了。早前喂猪的时候，我还总偷偷泡1包吃呢。你竟敢用喂猪的食物来侮辱本王！本王宁可饿死，也不吃人类的垃圾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咋样啊？老香了吧？本王只是不想浪费食物。这个世界物资匮乏，浪费可补，并不是因为好吃。行吧行吧，你说咋地就咋地。那明天还吃不吃了？吃。规则很简单，3天活着出来就算过关，武器自带，生死不论。靠边，借个道。锄头，他扛着锄头进死亡峡谷是来种地的吗？可不是吗？好不容易寻着这么一片没人用的大峡谷，不种田还能干啥？死亡峡谷全是野兽和沼泽，没有1寸平整土地，你种什么？那可太好了，野兽多就说明地力足土肥呀，挨着沼泽，浇水也方便。跟你们说，这地方在俺们那儿那可是块宝地，寻常人压根轮不上。终于有地方种地啦！2阶黑蚁猪，快散开！哎呦妈呀，瞅瞅这膘，这腿，这五花肉，炖红烧肉能香迷糊喽！别跑，让姐好好稀罕稀罕你。就你这身肉，够咱吃1个月啦！哎，小金，晚上咱炖野猪肉，整铁锅炖，你负责烧火啊。哼，本王受伤了，生火这种粗活，至少也得等本王吃完再说。林飞飞跟我等待。停下，有东西跟着我们。
我瞅见了，跟半天了，个头挺大，脚步贼沉，喘气儿呼哧呼哧，跟拉风箱似的，指定是熊瞎子。你知道还不停？3阶铁甲暴熊，皮糙肉厚，成年体战力堪比准兽王。本王现在这副样子，一掌都接不下。这熊也太瘦了，肋条骨都瞅见了，刚从冬眠里醒过来呗。你能不能有一点正常雌性该有的恐惧？害怕啥呀？它又不好吃，熊肉又柴又腥，炖汤都齁得慌，就稀罕好吃的玩意儿。这玩意儿我本来打算留着种地用，算捡个便宜给你喽。你瞅，辣椒面配啥都管用。早前俺家猪圈进了熊瞎子偷猪，我就用这方法治它。他不会再来吧？不能，这熊记性贼好，吃过一回亏，往后见着我指定绕着道走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林翠花，这名是不咋好听，我也知道，但村里老人都说贱名好养活嘛。林翠花，你呢？叫费根是吧？还说自己是虎王，咋被揍成这副模样？连人形都撑不住，合着你这王是冒牌的呀？我堂弟费洛，100年前他父母因触犯族规被我父亲处死，他表面上不记恨，暗中谋划了3代人。3天前他在祭祀大典上发难，手下12名暗卫同时出手，本王杀了8个，重伤3个，最后大意被他的暗系法术击中兽核。他以为我必死，没想到我用最后一丝王族血脉之力传送到了祭坛，那里有检测仪，能接住我。到头来检测仪让我拍碎乎了，碎得彻底。本王本来还想借检测仪的力量疗伤，看来是天意，也可能不是。先吃饭，吃饱了再唠。你这堂弟能忍3代，绝不是善茬。不过他再难对付，也有怕的东西。怕什么？怕未知。他不清楚灵魂契约到底咋回事，也摸不清我底线，更不知道你在我这恢复的咋样，所以他只敢把我扔去死亡山谷试探，不敢直接下手。这人心里弯弯绕多，就爱算计。对付他最好的法子，就是让他啥都琢磨不明白。你说的对，你一点都不像个仆人。扯啥呢？我本来就不是啥下人。你那契约捆的是灵魂，又不是分高低贵贱。咱俩现在就是一伙的，说白了就是队友。有事好好商量，别总一口一个本王，听着就别扭。快吃，吃完歇着，明儿还得找地方开荒呢。丰收之母，真的是他。狐族先知的预言是真的，必须告诉他费洛的秘密。费洛怕的不是契约，是白灵。装疯卖傻100多天，终于露出尾巴了。你怀里那本古卷，本代理虎王也很感兴趣。按压，接下来本王远程操控你。白灵，你全族37口都被我杀了，唯独你装疯逃脱，就连本王都差点被你骗过去了。可惜你今晚不该跑进峡谷，这里是我的猎场。把那本预言古卷交出来，我可以饶你一命，否则你的死法会比你族人更惨。你永远看不到古卷里的预言。我族先知在灭族前夜把古卷封了血脉锁，只有狐族祭司的血能打开。你杀了我，这本古卷就会自燃。大半夜的，谁在我家门口吵吵把火的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你就是那个打碎检测仪的无毛雌性。这姑娘是你给打的？与你无关，把她交出来，我可以让你的生存试炼轻松一点，甚至我可以让你活着走出峡谷。你还跟我讲条件，把话捎给你主子。第一，这姑娘倒在我家门口，那就是我的事儿，外人插不上手。第二，死亡山谷可不是你说了算的地界儿，我还愁着阳光族水土好呢，凭啥让我走？你知不知道，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？我当然知道，可你压根儿不敢动手。你真能动手杀我，早下手了，派人盯我试探我，半夜还放黑鸟来吓唬人，还不就是摸不清灵魂契约到底有啥说道？你怕费根留了后手，杀了我反倒被契约反噬，所以你只敢暗中试探，不敢真动手。我这人最烦这套试探的把戏，今晚你要是敢碰这姑娘一下，明儿我就把峡谷里你所有眼线全揪出来，挨个收拾，你信不？有意思，林翠花，
3天之后死亡试炼结束，我在出口等你，我们好好聊聊。大人，您看这幅图。这人画的跟我可真像，不过这丰收之母4个字是啥玩意儿？听着咋跟老村长念叨的菩萨名号似的？不是菩萨，是预言。狐族先知在300年前就画下了这幅预言图，图上的女人是丰收之母，她会带来新的种植方式，结束受限万年的狩猎饥荒，所有部族都会心甘情愿跪在她面前。300年前的预言，狐族先知能看300年后的事。狐族先知在画完这幅图后当场衰老而死。狐族守护这本古卷300年，就是为了等丰收之母降临。唉，我说我就是个养猪的，你们信不？行吧，那就干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甭管啥丰收之母，都别给我下跪。想搭把手就干活，想吃饭就种地，有话敞开说，别整那些迷信的名堂。大人，您和预言图里画的一样，一点都不像个神。唠正题，费洛真正忌惮的不是契约，那到底是啥玩意儿？费洛的父亲是虎族旁支，母亲是暗鸦族兽人，这就是为什么他无法觉醒纯血王族之力，这也是他恨费根的根本原因。费根的血越纯，就越衬出他是个杂种，但这还不是他最大的秘密。说下去。费洛的暗系法术是从暗鸦族的死爪神殿偷学的，暗系法术有个致命缺陷，修习者的灵魂会逐渐和暗影融合。现在费洛还能维持肉身，是因为他体内那一半虎族血脉在支撑。一旦那一半虎族血脉被他自己的暗系法术侵蚀殆尽，他就会彻底变成暗影生物，没有形体，没有理智，只有对血肉的饥渴。他怕的不是契约，他怕的是时间，他在跟自己的血脉赛跑。那他到底在折腾啥？抢王位是想拿到能止住侵蚀的物件呗？对，虎族圣物纯血之源，它藏在虎族禁地的最深处，只有纯血王族能打开封印。费洛想强行破开封印，夺取纯血之源。费根还活着，他破不开，所以他必须杀我。但灵魂契约让他投鼠忌器，正好，咱就借着这段时间，他拿死亡峡谷试探我，我就搁这把地种出模样来。他想跟我耗，我就让他耗不起，明儿就开荒。3天过后，我非得让他站在峡谷口，瞅着咱这片菜地直发愣。丰收之母，看来狐族先知没告诉我，那座峡谷的土壤下面埋着上古时期的禁忌之物，种地种出来的东西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。黑干土啊，腐殖层最少1尺厚，搁咱村里，这地1亩能打1500斤玉米。白灵，你记好，先开出5亩地，种辣椒跟甜菜，坡上那片整3亩，种我在林子里找着的野豆子，沼泽旁边留2亩当水田。大人，什么是水田？就是能吸水的地块。沼泽里的水太酸，得先挖条沟引过来，拿草木灰过一遍。行了，这活儿你往后慢慢学。今儿先把地翻出来。本王欠他的越来越多了。队长，那个无毛雌性没躲，它的气味一直往沼泽那边去了，还有一股翻土的腥味。翻土？他真在种地？沼泽那边全是废地，种什么？队长，昨晚暗鸦大人来过峡谷，费洛大人似乎很在意这个雌性，我们要不要先下手为强？蠢货！费洛大人说了，监视为主，试探为放。他要种地就让他种，等沼泽里的瘴气一上来，不用我们动手，他自己就得爬出来求救。队长英明。这进度瞅着还不赖，下午把水沟挖好，明儿就能下种。野辣椒籽我攒老多了，野蒜头也够种一笼。哎，你们几个杵在那干啥呢？林翠花，死亡峡谷的生存试炼考验的是战斗能力，不是种地。你这样属于消极应对，我有权取消你的资格。还说我敷衍，你长没长眼睛啊？你长没长眼睛啊？我一大早就起来整了2亩地，你呢？
窝在被窝里呼呼大睡，到底谁偷懒耍滑？你什么你？我问你，咱兽人赤练到底讲究啥？不就是在死亡山谷活下去吗？那我种地咋就不合规矩了？种地能填饱肚子，吃饱了才能活得长久，这理儿说得通不？这什么这？再说你们兽人不都靠打猎糊口？打猎全看运气，种地可不一样，春种秋收，稳当得很。你跟我较劲，这不犯傻吗？队长，他说的好像有道理啊。你闭嘴！尝尝，这是野葱，生吃挺辣，炒肉那叫一个嘎嘎香。今晚你要是带人过来帮我翻2亩地，我管你们5个吃饭。铁锅炖野猪，还有昨儿剩的红烧肉，管够吃。你这是在贿赂队长？这哪算收买人啊？这叫互相搭把手。你不还得盯着我呢？蹲地头看着，总比躲树丛里挨蚊子咬舒服吧？你来不来？你来不来？管饱。对，管饱。用食物策反狼族队长有些手腕，看来丰收之母的预言有几分真。不能留他，去把2号计划提前，今晚让峡谷里的2阶魔兽全部暴动，朝沼泽方向围过去。我要看看这个丰收之母面对兽逃时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林翠花，种地是好事，可惜你脚下的那块地不是你以为的黑土，它是上古时期的封印地，你翻得越深，离真相就越近，到时候不需要我动手，你自己就会后悔。兽潮，至少上百头，从3个方向围过来了。这不可能，死亡峡谷从来没发生过兽潮。不是自然兽潮，是费罗，他能用暗系法术驱使魔兽。你赶紧歇着吧，就你这小身板儿，还瞎逞啥能？本王可以释放王族威压。释放完咋整？上次完事儿你直接昏了3天，这回再倒下，我可没空伺候你吃喝。赶紧坐下。防线搁哪儿呢？什么防线？我问问你峡谷的地势。你在这儿当卫队长，肯定清楚哪段地方最窄，魔兽压根冲不过来。西南边有一道天然石缝，只有2臂宽，但那里离这儿300步，中间全是开阔地，我们来不及转移。不用挪地方，直接把魔兽引过去。你不说你是狼族跑得最快、最会追踪的吗？带上个人往西南跑，一路上撒血腥味引他们，能引多少算多少。引过去之后呢，一道石缝最多撑半刻钟。半刻钟的功夫，足够我收拾掉那头领头的了。领头的？但凡兽潮都有领头的，干掉他，剩下的立马就散伙。我以前就碰到过这样的。你们去引开那些喽啰，我来收拾头头，赶紧行动！走！敢欺负姑奶奶，我找死！谁让你动用威压的？都说好别瞎逞赢，咋不听呢？本王的仆人只能本王欺负，他算什么东西？死傲娇！队长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们的队长。别叫队长，谋头好听不当饭，喊姐就行。不，就队长，你救了我们的命，还让我们吃饱了饭。你不当我们的队长，我们就天天跟着你。行吧，那就叫队长。先说下队规：头一条，不许乱咬人；第2条，早饭前先翻完2亩地。他在预言碎片里看到过这一幕，不是丰收的麦田，而是黎明前的山洞外，一群兽人围着一个满身是血的女人，心甘情愿低下头颅。和画上不一样，不是跪拜，是臣服。大人，预言开始应验了。啥预言？丰收之母的预言，但细节变了。
狐族先知画的是所有人跪在麦田里，但他们没有跪您，他们叫您队长。暗影豹死了，兽潮溃散，狼族卫队长叛变，3个坏消息，一个比一个糟。不用再试探了，直接进3号方案，去禁地，把他脚下那块地里的东西提前激活。他怎么没死？后面那几个是狼族卫队，他们肩膀上扛的是啥？野菜。走过路过别错过啊！死亡峡谷特产野红薯，生吃脆甜，烤熟了流蜜。你们谁认识管事儿的？申请把峡谷改成农场。安静！那里的土全是沼泽黑泥，酸性重，种什么死什么。300年了，没有一个部族能在那里种出作物。你自己看，这就是峡谷里长的，没人种是因为你们不会种，你们兽人只会打猎，不会伺候地，地又不是铁板一块，你对它好，它就还你好东西。尝一口，甜的。小姑娘，你可知道没人能在这块地里种出东西，还有一个原因。为啥呀？峡谷深处埋着上古暗影本源的封印，那东西会影响所有靠近它的生命。在这块地里种出作物的人，要么是他选中的容器，要么是能对抗他的异类。你是哪一种？费洛怕的不是契约，是时间，他在跟自己的血脉赛跑。啥也不是，我就一种地的。啥也不是，我就一种地的。敢往我地里瞎撞，我直接连他一起刨了。恭喜你，你是300年来第一个从死亡峡谷活着出来的无毛雌性。根据规则，你现在是虎族的一员了。作为代理虎王，我有权为你安排去处。你可以选择留在部落里做杂役帮厨，或者嫁给某个兽人当配偶。我要选第4个选项。没有第4个。那我今儿就定下规矩，这峡谷归我长久使用，打出来的粮食3成交给虎族部落，剩下7成我说了算。我找人来种地，工钱就拿粮食抵，你们爱打猎的接着打猎，往后谁家缺粮，拿兽皮、矿石或者出力干活来换，咱互不占便宜，这条件行不？可以。峡谷的沼泽区归你，但有一条，你不能种植对虎族有害的作物，不能私自挖掘峡谷深处的矿石，成交。不能越过沼泽北边的禁地红线，违反任何一条，领地收回。你今天太冒险了，当众和费洛谈条件，他有100种方式让你消失。他不敢，熊老三在这儿呢。那位熊族长老明摆着不向着费洛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跟我动手，纯属给熊老三递画饼。费洛这人向来能沉住气，才不会犯这种傻事儿。你到底是谁？一个普通的养猪农妇，不可能有这种眼力。我爹当了30年村支书，打小家里就总唠村里的大小事儿，人情门道。我这看人识事儿的本事可不是天生的，全是我爹半辈子经验实打实传给我的。等本王恢复人形，第1件事就是揍费洛，第2件啥事儿？种地，本王帮你种地。没啥事儿，你们虎王说他要学种地。有动静，比上次那豹子还邪乎。白灵，赶紧躲棚子最里头。黑牙，带人把住门口，都举着火把，啥魔兽都怕火。费根，跟我出去瞅瞅，这玩意儿往地里钻呢，不是要走，是往土里头扎，不是钻地，是扩散，它在污染土壤。它怕刺激性的东西。辣椒素、草木灰的碱性对它的腐蚀有中和作用，但这长久之计，它随时可能分裂多碎片，它随时可分裂成更多碎片。大人，他是从禁地来的。狐族古卷里有一段记载，300年前，兽界曾有一场暗影之灾，上古暗影本源企图吞噬所有生命，当时的兽人5族联合才将其封印。封印地就在死亡峡谷，对吧？封印地需要持续不断的生命力来维持稳定。所以封印之上的土壤本该寸草不生，但您在这里种出了作物，
植物的生命力渗透进土壤，扰动了封印的平衡，它在苏醒。那我就继续种。它不是怕地气跟草木生机吗？这就说明庄稼能治它。它吐黑泥毁一块，我就撒10颗种子压回去，打不过就慢慢耗，看谁熬得过谁。以前我地里闹蝗虫地鼠，还出过猪瘟，哪回不是硬挺过来的？还能让这群小东西翻了天不成？队长，这可不是蝗虫，这是上古暗影本源，当年五族联合才封印的东西。那咱就联手干，不急这1、2天。先把这东西压住，别让它往外蔓延。黑牙，你带人顺着沼泽挖一圈隔离沟，沟里填上草木灰和石灰石。白灵，去把峡谷里所有虫驱邪的草药都找出来，种在沟边。费根，你盯紧禁地边界，再冒黑泥立马喊我。林翠花，本王跟你说句话。说，等本王恢复人形，第一件事不是揍费洛了，第一件事是你说的，把这片烂泥地翻成良田，本王的地，谁也不准弄脏。那个疯女人，她居然在跟暗影本源抢地，她知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？抢不过她，没有人能抢过她，只是时间问题。伟大的本源，您的仆人在此请求加快侵蚀封印。那个女人在您的封印地上种出了生命，请赐我力量，在她完全破坏封印之前杀了她。3天之内，封印必破。林翠花，你那么喜欢种地，就让你亲手种出来的作物变成杀你的凶器。都已经碰上了，没事儿，我有虎纹护体呢。费洛动了封印，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，他在直接调用地暗影本源的力量。能做到这一点，说明他至少献射了自己1半的暗压血脉。献祭血脉对自个儿有啥影响啊？不可逆，献祭掉的血脉之力永远拿不回来。他在拼命，敢拼命就对了，这说明他也撑到顶了。白灵，去熊族地界找熊老三过来，就说地里出了怪事儿，得让他过来瞧瞧。黑牙，把那些冒出来的黑苗全拔了，集中烧掉，灰埋到隔离沟最底下，再往上铺3指石灰。费根，我问你，要是底下那玩意儿真冲破封印，最先乱套的会是啥？土地。方圆百里，所有土地都会被暗影侵蚀，不只是你的地，整个虎族部落的猎场、熊族的森林、狐族的旧土，全都那个时候种不出粮食的不只是你，所有人都会饿死。那还不简单，不让他冲破封印就完事儿了。他们说你种出了黑苗。你瞅瞅这个，寻常黑苗都是缺水缺肥才发黑，这玩意儿不一样，根还会动，一个劲儿往土里扎，这根本不是正经植物，就是寄生的东西。暗影本源哪是刚要醒，早就醒了一部分，借着地盘在我地里扎根呢。300年前封印暗影本源时，熊族先祖留下过一句话：封印不会从外面被打破，只会从内部被腐蚀。能腐蚀封印的只有一样东西，跟它同源的血脉之力。所以封印松了，根本不是我种地催生的生机闹的，是有人用同族血脉在外头破封印。我这点生机顶多算个引子，算不上根儿上的原因。你知道是谁？费洛，他身子里带着1半暗压血脉。暗压族300年前本就是暗影本源的手下，他一直想借着代理虎王的名头调动全族之力，硬闯封印，抢夺纯血之源，哪是为了解决血妹子啊？他是想把自己体内的暗压血脉跟地下的暗影本源合到一块儿，他拿自个儿当容器，就等着暗影本源附身，好换来一身强大力量。这个消息没有证据，不能公开。费洛现在还是代理虎王，虎族大半长老都是他的人。你一个无毛雌性，空口指认代理虎王和暗影本源勾结，等于找死。我心里有数，喊你过来不是让你去揭发他，就是想跟你打听件事儿。说，熊族的封印法子能不能把这封印再加固加固？只要你帮我把地下这头看住，其他的事儿我自己应付。熊族的封印术需要3天准备，这3天里，封印术的施法范围不能出现大面积暗影侵蚀，也就是说，你不能让黑苗扩散，否则封印术启动时会直接反噬施术者，不可能拿我族人的命冒险。3天够用。黑苗往外窜1寸，我就清掉3寸；他祸害1亩地，我就翻耕3亩。这3天里，地面上绝不会留一颗黑苗。费洛的密室里有一块黑色晶石，那是暗影本源的碎片。
他之所以能调用封印里的暗影之力，就是靠那块晶石做媒介。碎掉那块晶石，他和封印的联系就会被切断。但密室的入口只有纯血王族能打开。费洛用代理虎王的身份强行破过一次，代价是消耗了3成暗影血脉。如果纯血王族在场，打开它不费吹灰之力。本王能打开。你现在连人形都维持不了。不需要人形，密室封印认的是血脉，不是肉身。本王只要1滴血。你上次释放威压直接昏了3天，再用1滴纯血的话，还能保持小家伙的模样不？不能。但本王说过，本王的地谁也不准弄脏。你帮本王翻了3天地，本王还你一间密室。本王不欠你人情。这哪算啥人情啊？说白了，你就是想收拾他罢了。你管我？大人，你歇一会儿。不能歇，这东西1晚上能冒3茬，这会儿歇上一会儿，明早得多挖1亩地，就跟猪圈清粪似的。今儿偷一点懒，明儿就得加倍忙活。别等穗子炸开，但凡结穗的全连根薅了，堆到隔离沟里，一把火烧掉。白灵，把存的石灰灰全敲碎铺沟底。黑牙，带人往沟里添柴火，火千搏灭，火一熄，黑苗指定又从灰里钻出来。林翠花，离天亮还有1个时辰，费洛从峡谷过去来回至少要2个时辰，现在不去，今晚之前就来不及了。就你现在这模样，咋去啊？再耗1滴，你连巴掌都撑不住了。本王不需要去，这个去了就行。你带这个去密室，费洛挡不住你。你有锄头，有虎纹印记，还有狼族卫队。本王留在这里，用最后的王族威压守住隔离沟，撑到封印术启动。你留在这儿，这股威压能撑多长时间？1个时辰。1个时辰之后呢？当初咱俩立灵魂契约的时候，你可说过，你没了我也活不成。今儿这话我原封不动还给你。我出去1个时辰，你务必好好撑着，等我回来。你要是敢出事，我直接撕了魂器，追到地间踹你屁股。粗鄙！本王是至尊纯血虎王，不是你的猪。反正都是4条腿的，差不了啥。我去趟虎族议事堂，费根留在这儿看好隔离沟。要是日出前黑苗冲破防线，白灵你带着所有草往南边撤。黑牙，你盯着费根，不是护着他，是别让他乱动用威压。他再释放1回，就真没了。大人，平安回来，帮我搂着他。这玩意儿嘴硬得很，其实最怕冷，篝火可别灭了。需要虎族王族的血才能打开。费洛上次强行破门，代价是消耗了3成血脉之力。队长，你的虎纹印记里有费根大人的血。你果然来了，熊老三告诉你的，对吧？我本来想先除掉那个老东西再对付你，但没想到你们2个居然这么快就联手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密室里的金星只是诱饵，我真正的目的是把你从峡谷引开。你说啥？你离开的那一刻，封印失去了你的生命力制衡，我留在禁地的暗影之力会全力攻击封印。现在封印应该已经裂开了第1道口子。你是一个让我意外的对手，但你再快也快不过已经渗进地下的暗影。等封印完全破碎，你会后悔没有在第1天就逃走。密室没搞定了，密室没搞定了。费洛拿晶石当诱饵，我一走他就带人猛攻封印了。那就不是你的错，他算计在先，你不可能同时守住2边。大人，熊老三的封印术还有2天，等不了2天，封印已经裂了，不用等熊老三，我先堵上。大人，您在做什么？种地呗。植物能吸收暗影之力，按理说是行不通的，可昨天薅黑苗的时候我瞅见了，它的跟普通根子是一个路子的，都是吸土里的养分。暗影本源拿它当寄居的玩意儿，那我就反过来，把祭土换成咱种的庄稼，让庄稼去吸暗影的力量，再转成生长的劲儿，这不就等于俺在帮咱种电吗？不再是它祸害土地，反倒成了咱现成的养料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他不是在对抗暗影，他在驯化暗影。
这女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大人，这可是好东西，就是好东西，一小块金属，埋1亩地，地力能顶3年，比化肥好用100倍呢。黑牙，你领着人去拾柴，晚上咱炖肉吃。白灵，你去把熊老三喊来，就说裂口暂时堵上了，让他按原先的安排，接着准备封印法子。等会儿，白灵，你昨儿晚上用的那绿色药水是拿啥配出来的？用我自己的血。狐族祭司的血有净化之力，在灭族之前，我们负责守护封印。往后可不许再用血配药了，药不够咱就种，草药园子地方大着呢，人手了就招人，狼族闲人的大把，命就这一条，别拿自己身子争，听着没？我活了快200年，没见过这种事。用红薯堵封印裂口，就算是熊族先祖的典籍里也没有这种记载。林翠花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就是个养猪的，猪圈那点事儿跟对付封印差不大。老母猪下崽多了，奶水跟不上，就得想法子把泔水利用上。这暗影本源就跟泔水似的，稠着膈应，发酵好了就是上等肥料，关键就得耐住性子慢慢沤。封印术需要3天准备，这3天里，封印裂缝必须保持现在这个状态，不扩大，也不完全闭合。完全闭合的话，封印术无法锁死裂缝的位置，以后还会再裂。维持现状，3天后一次封死，但费洛不会给我们3天。他知道封印术一旦完成，他和暗影本源的联系就会被彻底切断。这3天里，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反扑。我等的就是这会儿，他不是想反扑吗？那就尽管来，别在背地里耍花招了，痛痛快快明着干一场，打完就完事儿。该种地种地，该吃饭吃饭，该吃饭吃饭。好，那就打。3天后封印术启动，这3天里，他们3人留在峡谷布置符印，我来负责把费洛挡在封印结界之外。费洛本人我可以挡住，他手下的暗卫和暗鸦族援军我挡不了。你有多少人？不多，但够用。还有本王纯血不够，脑子在。费洛的暗吸法术有规律，他每次施法之后需要3次呼吸的时间来恢复。那个间隙是他的破绽，本王可以帮你们找到这个间隙。妥了，那你就当军师。不过军师也得吃饭，锅里给你留肉了，赶紧趁热造。哼，本王只是在养伤，不是饿了。林翠花正在放松警惕。今晚我们分成3路。第一路，暗卫潜入峡谷，烧掉他的草药园；第二路，我亲自带队从禁地红线北侧突入，直接攻击封印裂缝；第三路，暗鸦在空中封锁，防止熊族援兵从空中支援。代理虎王大人，第二路是不是太冒险了？裂缝旁边有熊族祭司，还有那个无毛雌性，他手里那把锄头连4阶暗影豹都能打死。您亲自去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他手里已经没有费根的纯血了。费根的纯血全部用来打开密室，现在的他就是一只普通幼兽，连2阶魔兽都不如。而林翠花再能打也只是一个人。第二路集中所有暗鸦族精锐，正面强攻裂缝，他挡不住。林翠花，你驯化暗影，我用暗影吞噬你，就看谁先撑不住。全是暗鸦！白灵，草药园！狐族末裔白灵在此，这是我的药园，谁也不准动。队长，
炮灰储备只够半个时辰了。林翠花，你是第一个让我感到威胁的对手，但今晚威胁解除。你的草药园隔离沟撑不过半个时辰，你的熊族援军还在峡谷外面被按压封锁。哼，那你搁这磨叽啥玩意儿啊？麻溜整就完事儿了。俺家猪出栏前都没你搁这哼哼这么半天。费洛，你的对手是本王。堂兄，你连人形都维持不了，凭什么跟我斗？凭你那一滴已经消耗掉的纯血，还是凭你那把种地的锄头？费根，你说过不再用纯血的。林翠花，你说过一句话，一个能隐忍3代人的对手不好对付。本王忍了他100年，从他父母伏法那天起，本王就知道他总有一天会反。本王等了100年，就是在等一个机会，等他主动站在我面前。现在他来了，本王不会让他走。狼族卫队长黑牙效忠纯血虎王费根大人。你以为有几个狼族残兵就能翻盘？杀了他们！够了，剩下的交给我就完事儿了。不够，本王还要再撑一会儿。熊老三的援军还没到。到了。我说过封印术需要3天，但现在封印裂缝被你用红薯藤压住了，反而可以直接启动。提前2天，代价是熊族祭司的力量会被封印术锁死1个月。费洛呢？他跑不了，封印术方圆10里内所有暗系法术都会被压制。撤！韦洛，你窃取代理虎王之位，勾结暗鸦族攻击封印，试图释放上古暗影本源，3罪并立。按虎族王法和五族恒约，你的命不属于你自己了。3罪并立。熊老三，你以为你赢了？你们以为封印术压住了暗影本源，压住了我的暗鸦血脉就万事大吉了？你们忘了一件事，那颗红薯是用暗影之力当肥料养大的，它的根扎在暗影本源深处，吸收的暗影之力已经多到它自己都装不下了。它成熟，它会爆发，不是暗影爆发，是生命力的反噬。太多生命力挤在一起的结果就是爆炸，而爆炸范围和封印术的镇压范围完全重合。到时候，封印术压住的不是暗影，而是林翠花亲手种下的那颗红薯。熊老三，你活了快200年，应该知道高密度生命力的爆炸意味着什么。这颗金属吸收的暗影本源总量已经超过它自己承受极限的3倍，它现在是一颗生命炸弹，按这个膨胀速度，最多再撑1天，1天之后它会炸，爆炸范围方圆5里，覆盖整个死亡峡谷，你们所有人，包括你的熊族祭司，包括他手下的狼族队员，都得死。熊老三，他说的有几分真？全部。生命力的高度浓缩确实是爆炸性的。先祖典籍里有记载，300年前暗影之灾末期，曾有祭司试图用生命力直接冲击暗影本源，结果引发了波及整个峡谷的大爆炸。那场爆炸之后，封印才建立。现在的情况和那时候很像，但这一次的生命力来源不是祭司的献祭，而是这颗金属吸收的暗影本源，总量更大，也更不可控。那就现在把金属挖出来扔远点儿！来不及了！来不及了！这玩意儿根须钻石头缝老深了，跟暗影本源缠一块分不开。你但凡往外腰一下，根儿一扯碎暗影本源，暗影跟生机一块直接炸，两头一块发力，炸得贼快。那怎么办？就1天功夫，1天能干啥玩意儿？种一茬萝卜都赶腾不上，种白菜将就凑合，种红薯那指定来不及。但如果不往外拔，而是往里种，大人。往里种是什么意思？它那根不都跟暗影本源缠一块了吗？那咱就别动它根子，搁它旁边再栽颗别的玩意儿，靠新长出来的根织层网，把金属的根全裹严实，生命力往外窜的时候就能被这新庄稼兜住，再转一遍劲儿，稀释到没啥危险的程度，再引到地面上去。说白了吧，就是给它整个厌氧压。厌氧压是什么东西？
说白了就是给劲儿整个出气儿的口子，金属能炸，全是生命力憋在根里头散不出去。我给它接根管子，让这股劲儿慢慢往外渗，渗出来的生命力融进土里，还能把这块地养得更肥。但这儿得缺一样东西，得找一种比红薯长得还快、扎根更深的庄稼才行。野豆子，对，峡谷西山坡上那些野豆子，之前我让黑牙收回来1麻袋籽儿，还没顾上种呢。野豆子扎根比红薯是深3倍，长速还快2倍。豆子这玩意儿根能固氮，说白了就是养地。把野豆子在金属边上，拿虎纹印子催发芽，让豆根跟金属根子缠一块，豆根织网裹住金属根，把多余的生命力吸走，顺着豆秧子排到地面。这招我早先给猪治胀肿就用，往猪肚子插根管子放气儿，一码事儿。黑牙，带上你手底下那帮人，顺着裂缝一圈刨6到8个栽种的坑，每个坑刨1尺深，坑跟坑隔3尺远，别刨多了，根子挤太密，反倒织不出密实的网。白灵，拌好的土每个坑底下铺1寸厚，千万别摁实乎，就得松它点。豆子根往下扎，碰到松土就分叉，分的叉越多，织出来的网越严实。熊老三，接着稳住封印术，把暗影本源摁住，别让他这功夫反扑上来。费根，你就老实搁那趴好，一动不许动。本王还可以。在这副德行，半滴血都挤不出来，老实在边上喘气儿，就算帮大忙了。大人，您这样会……真的做到了，他在用野豆子给封印装阀门。你不是在对抗暗影，你从头到尾都在种地。你光觉着暗影本源是对头，封印是家伙事儿，生机跟暗影天生不对过，所以你寻思要么死死压住他，要么被他吞喽。可你压根儿没琢磨过还有第3条道。暗影跟生命力哪分什么好坏，全是地里自带的玩意儿。土酸了就撒石灰，捡了天草木灰，沙子多就穿河泥，土发黏就兑沙子。你手里那块晶石是纯暗影，封印底下那团本源也全是暗影，单拎出来可不就是祸害吗？可要是把它跟生机掺一块儿，就成了我这金属。金属就是暗影跟生机掺合出来的新东西，不长那种发黑的秧子，结出来实打实能当粮食。你拿它当炸弹，我拿它当种子。你算计3代人，满脑子就寻思报仇、守血脉、抢王位，可你压根儿没琢磨过，真把王位抢到手又能咋的？这片地界能养活你手下这帮族人吗？峡谷那黑土能种出粮食不？到冬天兽人没肉填肚子，老的小的活活饿死，那王位能当饭吃？你争争斗斗100年，连这点事儿都不往心里去，输那是你自找的。代理虎王费洛3罪并立，按王法，费寿和勇士囚禁于禁地封印之地，那里正好缺一个看封印的人。你体内那一半暗压血脉就留在封印里滋养暗影本源吧，反正你本来就打算和他融合。费根大人，熊老三长老已将费洛所犯3罪降惩5族，费洛已被废去授和，永世囚于封印之底，代理虎王之位空缺。按虎族王法，您是本族唯一的纯血继承人，理应立即复位。本王现在的状态，你们都看到了，本命精血耗尽，人形恢复遥遥无期，也许连一辈子都只能是人形斗这副模样，你们甘心？纯血就是纯血，阳性是问题。残酷费洛被除，如今复位是众望之举。不必了，本王宣布，虎族王位暂不设正王。由虎族长代行巡王位至常堂事务，但不临朝。重大决策，本王恢复人形以后，经5族联合废复位之事。大人，这不合法度，虎族从来没有不设正王的先例。那就从今天开始有。本王还活着，纯血未断，这就是最大的法度。谁有异议？虎族联合会议需要1个人来主持。费根大人既然不临朝，谁来做这个召集人？林翠花，你说啥？死亡峡谷的灵丰收之母预言的竞验者，击败费洛的指挥官，这还不够格吗？你不是最擅长管事儿吗？这些人交给你，本王放心。合着你就是寻思让我给你跑腿出力呗？你往我肩膀上一趴，啥活不用沾手，名头反倒比谁都响亮。费根，你可太精了！本王是在给你机会，别人求还求不来。行吧，
不过我有个条件，说行。那死亡山谷以后就全归我，种出来的粮食2成交给部落，剩下8成我说了算。各个部落想派人过来学种地都行，不收学费，但吃食得自己带，不许耍滑偷懒，不许打架闹事儿，更不能糟践我地里庄稼。谁要是敢犯规矩，直接拿锄头收拾他。领主大人的条件合理，完全合理。行，就这么定了，没啥别的事儿，都散了吧。我今儿还有2亩地没浇水呢。金秘书，金秘书。黑牙，第3条鬼渠的坡度歪了，往左偏半寸。你这样修出来的渠，水流到一半就会淤泥沙，到时候清理起来麻烦死。大人，您能下来帮着挖吗？就挖2下。本王在养伤，养伤期间不能从事体力劳动。这是他那心思，就是想上手整，可浑身没劲儿，动不了，只能搁那儿光动嘴。让他絮叨去，咱别搭理他。大人，虎族部落那边送来了一批新的学员，说是来学种地的，有熊族的，也有豹族的。但有个问题，他们都不识字，看不懂我画的种植图。我想开一个识字班，教基础的古兽语读写，可以吗？那有啥不行的？识字班不光教认知写字，先把不许干仗这4个字给他们刻脑子里。之后再教锄头、子种、水、肥料这些词，再教他们算1亩地能打多少粮食。就咱这几个人，累死也开不完兽界这些荒地筷子。白灵，白灵，往后这识字班就归你管，你就是咱峡谷农场管教书的头，待遇跟黑牙齐平，管吃管住，每月再多给你10斤金秘薯。费洛的判决下来了，费寿和永世囚禁于封印之地。行刑时我没有去，不是不忍心，是没有意义。他已经被你打败了，不是身体，是心里的那口气。一个连信念都被你拆干净的人，不值得我再去看一眼。林翠花，本王一直在想一件事。那天在议事厅，你拒绝当召集人，只要了一个领主的名头。你说你是养猪的，但你在五族会议上的谈判比虎族长老还老练。你不只是会种地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就想让大家伙都能吃饱饭。种地可不靠天，全靠人肯干。你往地里下多少力气，地就还给你多少粮食。这兽氏地界这么大，荒地筷子到处都是，可没人愿意种。你问我图啥？我就盼着有那么一天，不管是哪个部落的兽人，啥血脉都无所谓，到冬天再也不用挨饿。管他是虎族、狼族还是熊族，但凡能填饱肚子，谁还闲得没事干仗啊？林翠花，等本王恢复人形，帮你种地，不只是番鸡，把所有的荒地都上粮食。你种地，本王替你守地。妥了，我等你变回人形。不过没恢复之前，先帮我把明儿的红薯都起出来。起红薯不用费啥劲儿，你就在旁边盯梢，谁敢耍滑偷就拿尾巴抽他。哼，本王的尾巴岂是监工用的？他是对的。感谢您的收听。这是沙土壤，透水透气贼好，种萝卜白菜最合适。黑牙，下午带着大伙儿把这块地圈上，先翻3遍土，晒上3天，底下再铺层草木灰垫底，等开春地皮一化冻，直接就能下籽儿。
领主大人，有人入侵猎场，不是魔兽，是兽人，南边来的，至少50个，全都骑着角马，装备精良。他们说是蛇族的人，但蛇族和我们有盟约，从来没有派兵进过猎场。领头那小子是谁呀？一个蛇族女人，全身黑鳞，眼睛是红色的。她说她要见你。她说丰收之母偷了属于暗影的肥料，她是来讨债的。红色眼睛黑鳞蛇族，蛇族没有这个特征。蛇族的鳞片是青灰色，眼睛是琥珀色。红色眼睛是暗鸦族的变种血妖蛇，暗鸦族和蛇族的混血后裔。300年暗影之灾时，曾是暗影本源的先锋部队。战后被5族联合驱逐到南边的不毛之地，他不是蛇族使者，是暗鸦族残部。丰收之母久仰，我叫血莲，暗鸦族遗首首领。从血缘上说，费洛是我的表兄。你表哥刚让我收拾进去蹲着呢，你也想进去跟他作伴？放心，我不是来报仇的。费罗走的路是他自己选的，和暗鸦族无关。我来找你是想做一笔交易。暗鸦族在南边的不毛之地，土地贫瘠，种什么死什么。我们祖上曾是暗影本源的使徒，血脉里残留着暗系气息，走到年里来，走到老都是在饥饿中度日。但我们听说，有人把暗影本源变成了肥料，种出了金秘薯，而金秘薯能净化土壤里的暗系残留。这是暗鸦族传了300年的暗影本源碎片，比费罗那块大1倍。我把这块晶石交给你，你帮我净化暗鸦族的土地，不是施舍，是交易。我们愿意拿出30%的土地种出来的粮食作为报酬。暗鸦族不想要王位，不想要复仇，我们只想活着。你刚才说金秘薯能清干净地里剩的暗影劲儿，这话谁跟你说的？费洛，在他被抓之前，他给暗鸦族传了最后一封信，信里说，如果他输了，让我带着这块晶石来找你。他说你会答应，因为你眼里没有敌人，只有肥料。这买卖就这么定了，晶石我收下了，你回去跟暗鸦族那帮人捎话，3个月之后带辎种和会种地的人手往南边去，不是去可怜接济你们，是合伙搭伙过日子。但有一条规矩，暗鸦族往后不许掺和任何部落打架闹事儿，你们踏实实的开荒种地，哪片地净化干净了，粮食就种到哪块。要是有旁人找你们茬，尽管来找我出头。暗鸦族一步，领受丰收之母的恩典。大人，这块晶石加上费罗密室里那一块，一共2块。预言里说，4块晶石聚齐，暗影本源的本体就会苏醒。那不是封印地下的碎片，是真正的上古暗影核心。300年前的封印，封的不是全部，只封了2/3，剩下1/3被暗鸦族分成4块碎片带走了。费罗那块，血莲这块，还有2块，不知道在哪儿。四魂聚，本源醒，暗影归位，天地反复，以金河为锁，以丰收为印，可封。四魂说的就是4块晶石碎块，本源就是暗影核心本身。早先5族联手封印，只封住2/3，剩下那1/3让暗鸦族拆成4块带走了。费洛1块，血莲1块，剩下2块不知道落谁手里。可血莲说了，暗鸦族的地界他翻了个底楼天，就找着这么1块，另外2块说不定在当年跑散的暗鸦旁支手里，也有可能300年前就让别的部落给捡走了。纯血之源在禁地最深处，禁地的封印钥匙是王族血脉之力，本王现在没有。但这幅图下面那句话，以金河为锁，以丰收为印，金河是什么？丰收之印又是什么？金河在古兽语里是经过驯化的粮食作物的意思，结合预言图，丰收之母种出的第1茬圣粮可以做成封印暗影的媒介。也就是说，大人种出来的金秘薯本身就是能克制暗影本源的封印材料。拿金河当锁，就是拿金秘书做封印的引子。那以丰收为印到底是啥意思？后面被撕了，但从残缺的语法推断，可能是需百人之力，需百族之力，或者需100年之功。甭管哪一种，眼下都办不成。集齐100人的力量祈祷还好说，咱农场现在学员30多号，再加上暗鸦族，凑100个人不费劲。集齐百族的力量就棘手了，这统共就没几个部族，虎族、狼族、熊族、豹族、蛇族、暗鸦族、狐族，拢共才7家。至于100年之功最不现实，我可耗不起100年。百族之力不是指100个部族，
古兽语里百经常是虚指，意思是足够多。7个部族凑在一起，再加一个暗鸦族，够不够？不好说，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，封印暗影核心需要金秘术，而金秘术只有你能中，所以封印的核心媒介在你手里，有了它就不怕4块今日聚齐。关键是另外2块在哪儿？关键是另外2块在哪儿？领主大人，禁地只有纯血王族能打开封印，贝根大人暂时没有足够的血脉之力打开这扇门，已经封了3个月。但我们和熊老三长老商量过，您的能力特殊，也许能打开，要不您试试？你们族的圣物动不动就让人拍，属实没啥金贵劲儿。有反应，但不够。你的灵魂契约里有纯血印记，但量太小，无法完全激活封印。若费根恢复血脉之力，哪怕仅能化人形1刻钟即可打开。你说的轻松，本命精血烧掉了，怎么恢复？纯血之源在禁地里，你进去就能恢复，但进去需要你的纯血之力开门，这就是死循环。除非有其他方式补足你的血脉之力。外力补血只有一个方法，契约方献祭自己的生命力，也就是说，林翠华必须要主动用她的生命力喂养你的血脉之力，而且不是平时被动输送，是主动献祭。献祭的量大概等于她半年种地消耗的体力总和，也就是说，她有半年会虚弱的拿不动锄头。不，我还没说完。本王说不，他的力气是用来种地的。春耕马上要开始，30亩地，你把他的生命力抽走半年，这些全停。本王宁可不恢复人形。费根，你当初可说好了，等变回人形就帮我下嫁干活。现如今你宁可一辈子当个小崽子，都不肯让我耗半年功力换你恢复人身。你觉得这么做是为我好？你问过我愿不愿意了没？本王闭嘴！我问你，恢复人形之后，一天能翻几亩地？成年虎王形态，一天至少翻8亩。我一天能翻2亩地，你干活顶我4个。等半年过后，你刨出来的地都能把我耗掉的力气双倍补回来。这其他的我还没算上呢。以前这些活全是我自己扛，等你变回人形，这些事儿就归你。一个人硬撑和2人一块分担，哪个省心我还不知道吗？你算术是体育老师教的吧？半年，只能半年，多1天本王都不答应。妥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献祭开始，林翠花，你主动将生命力通过契约注入费根的兽核，过程会有痛感。不是身体痛，是灵魂层面的掏空感。你觉得撑不住了就断，别硬撑。开始吧。行啊，长得比我隔壁二大爷家小子还精神，这么些日子没白喂你。半年，本王帮你翻地，翻不完，你揍本王。费根大人1个时辰翻了4亩，这速度5个黑牙都顶不了他1个。凑合事儿，比我寻思的差点意思。早前我爹开那台拖拉机，一天能犁20亩地。拖拉机是什么？这玩意儿就是不用吃也不用歇着的铁牛。你接着犁地，等把这块地烫完了，我再跟你好好唠唠地嗑。费根大人，暗鸦族医神首领血莲带来了南边的最新情报，关于另外2块黑色晶石。暗鸦族在南边有3条山谷，我带来的人把3条山谷翻遍了，只找到我这块晶石。另外2块确实不在暗鸦族手里，但我们抓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蛇族斥候，身上带着一块碎片样本，是一块黑色晶石的边角料，质地和我们暗鸦族的晶石完全一致。拷问的结果是，这2块晶石当年被逃散的暗鸦族分支带到了极南的黑水沼泽，后来被当地的蛇族部落抢走了。300年来一直藏在蛇族祖殿里，
直到最近费洛倒台的消息传到蛇族，蛇族内部有人激活了晶石。谁？蛇族现任族长的弟弟阴城。阴城这个人你们可能不熟悉，他是蛇族里最激进的一派，300年来一直主张报复五族。蛇族当年在暗影之灾中被迫站队五族联盟，战后被五族暗中打压排挤。阴城认为是五族背叛了蛇族，现在费洛倒了，阴城失去了在虎族的内应，就索性自己干。他激活了2块晶石的能量，用暗影之力强化了一支私军黑灵军，每个人的战力等同于3阶魔兽。他想咋的？他放出消息说要把4块晶石聚齐唤醒暗影核心，然后以暗影之力胁迫五族重新分配受氏的领土和资源。他的原话是：既然五族不把蛇族当自己人，那就让他们尝尝被暗影支配的滋味。阴城的黑林军在南边集结，离暗鸦族的山谷只有不到5天的路程。暗鸦族刚和领主大人达成交易，粮食还没种出来，土地还没开始净化。如果黑林军现在就打过来，暗渊族扛不住。阴城就惦记凑齐4块晶石，他手里攥着2块，我这儿也有2块，他指定不能先去收拾暗鸦族，下一个就得奔我来，把我这块地盘拿下，4块晶石只凑1块，暗影核心一醒，他那目的就算得逞了。至于暗鸦族，对他来说不过是顺手捎带的事儿。他要来就来，本王刚好翻完这块地。先祖在上，废根不孝，在位200年未能振兴虎族，反遭暗算，本命精血耗尽。今日重启封印，非为私仇，非为王位，为的是虎族猎场上那些冬天饿死的幼崽，为的是暗鸦族300年贫瘠山谷里那些从未吃饱射过的子民，为的是明日之后不会再有人拿暗影当武器，拿土地当战。本王要打开禁闭，拿回纯血之源，不是为了自己恢复血脉，是为了把纯血之力分给所有需要它的人。虎族的不传之秘，300年封在禁地里是浪费，拿出来净化暗影，肥沃土地，养活每一个部落的兽人，这才是纯血该有的用法。若先祖不允，本王就此退位，永世不进禁地。这把锄头现在是虎族圣器，圣器叫啥名？破案。废根，你真恢复人形了，还用锄头当武器？难怪虎族在你手里衰落了200年。交出2块晶石，我可以留你1条命，你的农场也可以保留，但种出来的粮食70%上缴蛇族。我说你真可不要脸，一张嘴就要70%，咱就说死价半块晶石我都不带给你的，想硬抢你就过来试试，真能从我这儿拿走，那算你能耐。2块晶石在手，暗影共鸣。你以为只有费罗会献祭血脉吗？大人，那就是暗影核心本体的投影，它是碎片共鸣时召唤出来的本体虚影。如果玉影在这里凝视，不用4块晶石聚齐，它也能直接吞噬周围所有。
白灵，大人，给我种子，你的身体，给我种子。林翠花，退后！你不就惦记吞生命力吗？来，这一大片30亩庄稼地，野稻、野豆子、野提瓜、野辣椒全都有，还有金秘薯。这块黑土地300年没种过东西，刚翻整利索，每一样全是活物，全带着生机。你想吸是吧？那就先从我身上下手。你要是真能把我给吸干净了，那算你真有能耐。来吧，姑奶奶，我等着你来吸。4块齐了，正好够给整片峡谷上一次底肥。四魂已聚，本源将醒。按照预言，暗影核心完全苏醒后，会吞噬方圆百里所有生命力，不是杀死，而是吞噬。土地变成死土，水源变成死水，植物、动物、兽人全部变成它的养分。300年下5族联合封印的，就是这东西的完整形态。当时封印的代价是2成的联军战死，3族祭司献弃了生命。现在晶石碎片刚聚齐，本体未完全苏醒。预言里说的金核为锁，以丰收为印可封。金核是金秘术，丰收之印是什么？查清楚了吗？白灵，你上回不还说100就是个虚数，不是实打实100个人吗？那有没有轻许指的是100样庄稼、100亩地，还是说……大人，您说过的那个词，村里粮食大丰收要办的那个丰收节？对，丰收节。古卷上丰收之印不是刻在石头上的章，是丰收之母举办的丰收庆典。虚100不是需要100个人，是需要在丰收庆典上集齐100种不同的作物。狐族古卷里有一篇附录，我小时候被祭司逼着背过，里面有句百合献祭以庆丰年，我以为那是节日的诗词，但现在想想可能不是诗词，是封印仪式的程序。以金核为锁，以丰收为印，是用金秘术做封印媒介，用丰收节上集齐的100种作物做印。撑死不到30样，就算把峡谷里头所有能吃的野生秧子全算上，能凑够50种都算烧高香。剩下那些只能从各个部落调。熊族领地有高山药草和高山果，20种应该能凑出来。暗鸦族领地虽然贫瘠，但有几种耐旱的沙漠作物，大概10种。狼族猎场只有肉，肉也是食物，腌肉干也是一种食材。大人说过，食物的本质不分荤素，可不是吗？整个兽界所有部落搁一块，凑齐100样庄稼不费劲，难就难在赶不上潮。暗影核心军都要醒过来了，咱还能剩多长时间？1天，最多1天半。这团黑色火焰完全成型之前，必须启动封印仪式。就今儿个办！营寨老三，你派人回部族调各样庄稼，血莲、暗鸦族能动身的全招呼上，把耐旱的作物都运过来。黑牙，你领着狼族这帮人去猎场，肉干、兽皮全都带上，皮子也算物资里的一份。白灵，你去把所有学徒都喊回来，农场库房存的庄稼每样拿一份，籽儿也都烧上。费根，你跟我去封印裂缝一趟，金秘书得献花，挑吸收暗影劲儿最重、生机最速的那一个，拿来当封印的引子。你们在准备封印仪式，需要100种作物。咋的？你们蛇族还有啥特产不成？蛇族祖殿藏有30种300年前暗影之灾前的古作物种子，为灾前蛇族所藏。彼时蛇族尚为农耕部落，非狩猎。5族打压后，蛇族从此弃耕从猎，种子300年无人再动，也无人会种。你真舍得往外拿？你赢了。
黑林军溃败京师在你手里，暗影核心马上要苏醒。如果封印不成，蛇族领地也在吞噬范围内，我的人也得死。你种地养的不是自己人，是所有人，连暗鸦族那种敌人都能拿晶石换你的净化土地，蛇族凭什么不能？你是领主，这种决定不需要问我。给你一个时辰，回蛇族祖殿取籽儿去，能拿回来，来年峡谷农场帮你们蛇族整春耕试验地；要是拿不回来，往后种地你们蛇族自个儿想招。走了啊，封印仪式要用的物件全都备齐了。等一下，这是啥玩意儿？预言里说以金核为锁，以丰收为印。金核是金秘术，但封印需要的不只是媒介，还需要一个仪式性的印记。丰收之母举办的丰收庆典是仪式，但仪式需要一个具体的印。这布条是用纯血凝成之物，绑在母鼠上，它就是丰收之印的物理载体。这样一来，封印仪式的所有要素就齐了：结界、印记、祭品、主持者、见证者。你心里清楚，这人形模样就这么一件护身披风是不？你要是给扯碎了，往后下地翻地你就只能光膀子干。哼，无妨，虎族圣匹破案锤头在手，本王不需要护甲。妥了，那咱走，张罗丰收节去。今儿个咱不打架不掰扯不算旧账，今儿个是丰收节。丰收节的意思是地里庄稼都收完了，大伙凑一块吃顿热乎饭，吃饱喝足，来年接着下地忙活。但今儿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，吃完就认一个礼。打今儿起，整个寿氏不分仇家，就分还没学会种地的旁人。拿金核当锁头，拿丰收当印寺，百样庄稼当贡品，万千野兽来做见证。丰收之母所在之处，即为丰年。喝汤就踏踏实实喝，别把肉沫子整地上，白瞎东西。大人，你们豹族速度最快，插秧却最慢。速度是优势，插秧讲究的是稳，不是快。快而不稳叫插，叫戳。戳坏的秧苗从你们工钱里抠。哎呀，小鬼他们别骂了。熊老三长老今天来送高山药苗，中午多做一锅饭。不考。下午谁再戳坏秧苗，翻地3亩。散。感谢您的收听。虎王大人，6族碰头开大会，这牵头召集的活儿是你来干还是我来？你当本王只管种地？你好歹是虎王，成天蹲地里忙活庄稼，虎族那帮老长爪不得天天念叨你？念叨？本王上个月回去开了一次长老会，跟他们说，谁再念叨，就跟本王去翻地，翻完3亩再说话。现在没人念叨。丰收之母所在之处，即为丰年。
1年前你问本王想要什么？本王说帮你种地，现在地种完了，300亩，不够。你还想多种点儿？兽界很大，守着荒地饿肚子。我是虎王，王土上的荒地都该种上粮食。300亩不够，咱就整3000亩；3000亩不够，直接够3万亩。你负责翻地，我来撒籽儿。但是有个条件，这块地得由你来起名。叫丰年吧，丰收之母所在之处即为丰年。妥了，就叫丰年。丰年平原、丰年农场、丰年部落，啥都行。先顾着来1年多种地再说。我爷爷说你走之后，蛇族才会原谅五族。我说你根本没走。从今往后，兽县没有敌人，只有还没学会种地的人。从明天起，古卷不再叫预言书，叫历史书。破案锄头手首先是锄头，其次才是圣器，用来翻地的时间远比打架多。听说峡谷有个会种地的大人，能把荒地变房田。我们部落有一块盐碱地，种什么都活不了，但它是我们仅有的领地，能帮我们看看吗？我们没有钱，没有矿石，没有肉干，但我们有50只兔族兽人，都愿意学种地。西边盐碱地，本王去翻。你会制盐碱？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？不会，你会。本王只负责翻地。本人业余节目独家制作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先祖在上，废根来兑现承诺。2年前，您给了我1/3的纯血之源，让我用它净化了暗影核心，建起了丰年平原。现在丰年平原已成，5族联盟已扩为7族，但兽市还有无数荒地在等人翻，500亩不够。我需要更多的纯血之力，不是为了恢复王位，不是为了打架，是为了翻地。西边的盐碱地，北边的冻土，南边的沙漠，东边的沼泽，每一块荒地都需要有人去翻第一处，让纯血之力从禁地里走出去，分给每一个愿意翻地的人。纯血不再是虎族一族的传承，是兽界所有荒地共同的种子。你们真的来了！我写信的时候没敢想，真的会有人来。主要是钙盐掺着一点镁盐，板结的土层差不多3寸厚，底下就是正常的淤土。呸！排水坡还行，最头疼的就是缺水。改良法子这么整：先挖深沟，把盐分排出去，再撒石灰石粉中和镁盐，之后先种金蜜薯打头阵。它根子能扎透钢板土，薯块吸进去盐碱，还能自己生成耐盐碱的物质。种1茬金蜜薯，地里盐分能减半；第2茬改种野稻，第3茬再正常种庄稼，用不上3年，这块发白的碱地就能养出黑沃土。这年地能从白色变黑色。这是什么？不知道是什么，你也敢张嘴？这是橘子糖。我原先待的地界，有个人总在火车上塞给我橘子糖，他说吃块糖就不紧张了。你这不紧张，只要是你给的，本王都敢吃。本王只是在想，这片盐碱地翻完之后，下一个去哪？我们先往西跑，西边翻完再往北，北边完事再往东。兽界的地图还没画利索，画到哪儿咱就种到哪儿。走了。本人业余节目独家制作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我来兽界都5年了，啥打架、法术、封印术我一样不会，可我会种地。种地这玩意儿不用啥天分，不用啥高贵血脉，更不用低3下4求人，你就弯下腰，把籽儿埋土里，浇水上肥，再给它点功夫，它指定能长出粮食回报你。兽市地方老大了，荒大块就有的是，咱就接着种，一直种到天底下没人挨饿拉倒。想念我的家乡大东北了，真想带他们去我的家乡瞅瞅。